没有经历过一种情况，是在生活当中看到心仪的对象抖脚啊、吃东西不闭嘴，或者是流鼻血，然后就突然感情冷掉的经验呢？如果有的话，那你可能是蛙化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几个月日本流行语第一名的蛙化现象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根据专门研究 Z 世代的日本智库 Z 总研所进行的网络调查，蛙化现象获选为了日本2023年上半期 Z 世代流行语的第一名，指的是因为一点小事感情直接冷掉的现象。这种蛙化现象呢，在日本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甚至还出现了以蛙化现象为题材的漫画以及音乐作品。那看到这里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说，感情冷掉跟青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日本很流行这个词呢？今天我们就会详细的跟大家聊聊蛙化现象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而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又是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你能够想象有一天台湾被其他政权占领之后，统治者以脸部辨识的技术监控台湾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吗？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状况很可能正在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实际上演当中。长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人民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以色列正在透过脸部辨识大规模的监控巴勒斯坦人，不只限制他们的行动，还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审讯逮捕巴勒斯坦民众。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很多国家也正在用脸部辨识监控特定的族群。现在国际特赦组织极力的呼吁国际力量必须要介入制止。如果你也在乎人权议题，认为各国政府不该滥用脸部辨识，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一起来了解相关的联署活动吧。日文的蛙化现象其实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用语是2004年由心理学教授藤泽伸介提出的，指的是发觉暗恋对象也喜欢自己的瞬间，对对方感觉到厌恶感的这种现象。情况呢有点类似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性单恋，而这种现象之所以被命名为蛙化现象，是取自格林童话青蛙王子的故事当中，公主在青蛙变成王子的瞬间爱上对方的故事。但是蛙化现象所描述的是跟童话故事相反情境，也就是王子变成青蛙从喜欢变成讨厌的瞬间。而蛙化现象跟性单恋两者所遇到的状况其实还蛮类似的，但最大的不同其实是蛙化只是一个单次的现象，而且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发生，而性单恋呢则专门在讲长期的性倾向。特别的是蛙化现象的第一种意思在被提出之后并没有马上流行起来，一直要到2019年之后才逐渐的出现讨论声量。而且最近在日本流行的蛙化现象其实并不是第一种意思，而是蛙化现象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逐渐衍生出的第二种意思，也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情而感情冷掉的现象。而第二种意思呢，在日本爆红的契机可以追溯到2021年一位日本 YouTuber 做的一支影片。在影片当中呢，他以蛙化现象的第二种意思募集了网友投稿的各种蛙化经验，引起了网友的高度共鸣，并且累积了超过260万的观看次数。在那之后，蛙化现象这个词汇就开始以第二种意思流行了起来。许多日本网友开始在 YouTube、TikTok 上面分享自己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蛙化瞬间，进而使蛙化现象成为了2023年上半期日本 Z 世代流行语的第一名。那现在虽然两种意思的蛙化现象都有人使用但由于目前在日本流行的主要是第二种意思的蛙化现象，所以我们这集会聚焦讨论的是第二种意思。那假如你对第一种意思的蛙化现象感到好奇，或许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讲性单恋的影片。那话说回来第二种蛙化现象会因为一点点小事情而冷掉，但到底是多小的事情就会让感情瞬间冷掉呢？根据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像是抖脚吃饭嘴巴不闭起来的这些小事，都有可能导致对方看了觉得先不要。不过这几项都还是一般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习惯的行为，那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还算是可以理解。然而真正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根据那位日本创作者的影片，让日本女性网友相当有共鸣的典型蛙化瞬间，竟然是去美食街吃饭的时候，男友拿着托盘左张右望寻找自己坐在哪里的样子。相信很多人看到这边都会觉得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难道会因为这种小事就不爱了吗？事实上呢，蛙化现象不只出现在日本欧美国家也很常见，甚至有英文词汇的意思跟蛙化现象完全相同。
在英文里面 ick 这个词汇就可以用来形容蛙化现象。ick 原本的意思是厌恶感，但在最近几年则被用来描述因为一点小事而对喜欢的对象感到厌恶的情况，意思就跟蛙化现象的第二种意思完全相同。而在欧美国家呢，会让人觉得 ick 的情况呢，也跟日本一样让人难以理解，像是看到对方的雨伞被风吹到翻起来，或是看到对方吃烫的东西时呢，嘴巴要张不张要闭不闭的样子，都有可能突然 ick 掉。不仅如此，跟日本的蛙化现象一样 ，the ick 也是欧美圈 TikTok 的流行关键字，目前总观看次数已经累积了超过4亿次了。看来这种情感瞬间冷掉的现象呢，并不是日本专利，而在东西方社会当中都有可能发生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稀奇古怪的冷掉瞬间呢，由于充满了娱乐性，才会在日本跟欧美圈都引发了流行。然而，正是因为冷掉的原因实在是太让人无法理解蛙化现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跟问题。前面提到过的日本 YouTuber 关于蛙化现象的影片当中，就曾经引发争议。在那支影片当中呢，他提到自己看到对方拿出钱包要结账的样子就会冷掉，而这样子的发言呢，也引发了日本网友的炎上。不满的网友纷纷表示，冷掉的原因也太莫名其妙了，这样子跟你交往会不会太累，或是也太高姿态了吧？毕竟冷掉的原因呢，实在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呢，会让人感觉谈论自己蛙化经验的人，给人一种高高在上，在对于交往对象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感觉，很不尊重对方。然而这种印象呢，也让很多有蛙化经验的人很困扰，因为他们大多也都觉得自己冷掉的原因很莫名其妙，但就是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感觉到那种生理上的厌恶感。而这些人呢，通常都会认知到冷掉是自己的问题，觉得很对不起对方，甚至陷入自我厌恶的情绪当中。因此，有些人就认为蛙化现象太过流行，被当作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来谈论，会让一些真正苦于蛙化现象的人遭受波及，也连带的被认为是渣男渣女。不过，这就让我们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人们会突然对原本喜欢的对象产生这种无法控制的厌恶感呢？根据我们搜集到的资料，会产生蛙化现象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将过高的理想投射到对方身上，才会因为接触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而冷掉。而这种落差呢，可能是对方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落差。比方说，对方平常表现出来的都是做事利落酷酷的一面，但某天走在路上却不小心被石头绊到了一下，差点摔倒，可能呢就会导致形象产生裂痕。也有专家提到，现代社会使用修图滤镜技术极为频繁，导致人们在网络上面的容貌跟现实产生落差，使得当我们在现实当中遇到这些落差被放大的情况时，就容易发生蛙化现象。除此之外恋爱经验不够丰富，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还没有太多实际的恋爱经验，看到的呢都是偶像剧少女漫画、少男漫画里面那种完美恋爱的状况下，一旦遇到真实恋爱里面会遭遇到的一些现实处境，就可能发生理想幻灭、感情冷掉的情况。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蛙化现象的出现可能跟现代社会当中常见的偶像剧漫画还有恋爱实境秀有些关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些追求恋爱的故事，几乎都在推广一种很美好的恋爱形象，也把恋爱描述成一种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想为什么我要追求恋爱，或者是去思考怎样的感觉才算是喜欢，那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把某种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的情感当作是喜欢，进而在还不够了解自己也不够了解对方的情况之下，就快速的步入恋爱关系。而在感情基础还不够稳固的情况之下呢，就很有可能在某个瞬间感到幻灭，导致感情迅速的冷掉。而对于已经发生蛙化现象的人，我们想说的是蛙化现象之所以能够变成流行语，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很多人都有共鸣。所以如果你自己有感觉到自己有蛙化现象的话，或许可以不用太过的自责，这反而呢是一个契机可以提醒自己思考看看，我有没有把心仪的对象过度理想化了，而自己在感情当中追求的是像漫画的情节那样子完美的恋爱，还是一段能够相互扶持、长久持续的关系呢？另外一方面在发生蛙化现象的感情之中呢，受伤更重的通常是被蛙化的那一方。毕竟被蛙化的人呢，是突然就被喜欢的人讨厌，而且还是出于令人难以接受的理由，那种冲击非常的强烈但却又无能为力，往往会让人相当的痛苦。那我们觉得，如果你是发生蛙化现象的人，可以试着好好的告诉对方自己的状况，也让对方知道会冷掉不是他的问题，这样他们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受伤。那假如今天你是被蛙化的那一方，我们认为即便这段感情已经难以挽回，即便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痛苦，如果能够好好的跟对方讨论这件事情，了解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也才能够好好的走出这段感情。
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也曾经有过蛙化的经验吗？有，我曾经因为某某原因突然就不爱了，并没有，我一爱呢就是爱到咔嚓戏。所以呢，我不单单那些机会不属于我。第二，我就是被蛙化的那一方。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你可以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蛙化现象。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性单恋以及高敏感人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